周六，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发布会上，20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就中美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等回答现场记者的提问。孙业礼表示，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中美关系近年来历经波折。在发布会上，日本共同社记者就以中美是否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中方如何应对进行提问。孙业礼回应称，中美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如果说过去50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那么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有智慧、有机会、有能力找到这样的相处之道。孙业礼指出，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单从经贸关系看，2021年中美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7500多亿美元，同比增长28.7%。中美经贸合作支撑了26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更应该看到，当今世界有许多挑战需要两国合作应对，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两国发挥引领作用，承担大国责任，稳定双边关系，推动全球合作。孙业礼强调，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国谋求发展是为了本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而不是挑战别人。我们从来不信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反对国强必霸的逻辑和零和博弈的思维。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我们不欺负别人，但也不允许别人欺负我们。大势不可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能阻挡。事实上，回顾过去10年，中国的外交工作在合作和斗争中不断推进，为国家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日前，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系列党课节目《党课开讲了》，讲述了中国在外交工作中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谢锋回忆道，印尼总统佐科曾于2014年向习近平总书记请教中国快速发展的秘诀，总书记谈了3条经验，其中之一就是要想富，先修路。那次访华，我作为大使，还陪同佐科总统乘坐体验了京津高铁。坐在平稳计时的高铁上，佐科总统感慨地说：“雅加达和万隆之间的距离，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距离差不多，但是交通状况天壤之别。印尼也应该修建高铁。” 2015年，雅万高铁成为中国和印尼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目前，雅万高铁动车组已经制造完成，全线土建工程已经完成91%，项目开通运营维护的准备工作也在按照计划推进，明年将按期建成通车。雅万高铁是东南亚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也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因为难能，所以可贵。修建铁路，特别是高铁，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工业能力乃至综合实力的象征。在对外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同时，中国的外交事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外交为民。2021年7月，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遭加拿大方面扣押了近3年之久后，终于回国。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也随之刷屏，振奋人心。谢锋讲述了孟晚舟顺利回国背后中方的多次努力。在近3年的时间里，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孟女士的安危。去年7月，我们在天津同美方会晤时，向美方打出的要求尽快解决的关切个案清单当中，第一项就是无罪释放孟晚舟女士。在去年加拿大法院即将对孟晚舟案作出判决的关键时刻，总书记再次就孟晚舟事件做拜登总统工作，要求妥善解决。正义也许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最终，孟晚舟以不认罪、不罚款的方式获释回国。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的生动实践，是国家实力、人民意志的集中彰显。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将发展成果与世界共享。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就欣慰地介绍，曾经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是马达加斯加百姓世世代代的梦想。而如今，马达加斯加已经成为了非洲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实现了杂交水稻全产业链发展的非洲国家。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中国智慧的贡献。我今天呢还带来了一张特殊的纸币，这呢是马达加斯加的新版纸币，上面印着的呢是中国的杂交水稻。大家也许感到好奇，中国的杂交水稻怎么印在了非洲东部国家的纸币上？这背后呢有个动人的故事。袁隆平院士和他带领的团队，经过10多年的努力，成功地培育出了多个适合当地气候、土壤条件的高产杂交水稻品种，并且呢手把手地向当地的人民来传授高产栽培技术。中国的专家呢培育推广的杂交水稻产量是当地品种的3倍多，很多当地的民众几年前呢还挤在小小的茅草屋里种植中国的杂交水稻，之后呢发家致富，盖上了新房子。一粒种子鼓起了马达加斯加人民的米袋子，也鼓起了他们的钱袋子。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对于中共20大之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你有怎样的预期呢？主持人好，今天下午的中国共产党20大新闻发布会上，日本共同社记者在提问环节引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并基于这个概念抛出2个问题：第一，中美如何回避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第二，中国是否有迎战的决心。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而言，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未来国际关系最重要的主题。而中国的大国外交在20大之后，对于中美关系会有怎样新的路径表述，就像日本共同社记者提出的问题一样，引人瞩目。但遗憾的是，共同社记者的问题虽然单刀直入，但却是基于一个不成立的前提。因为正如20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强调，中国从来就不信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由美国学者 Graham Allison 创造。近年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多次被引用，以至于在大众媒体上，我认为它已经被绝对化了。人们在讨论它时，往往忽略了2点：第一， Graham Allison 的历史观察并非是绝对的，16次崛起国和霸主国的互动过程中，依然有4次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替。第二， Graham Allison 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价值判断也不是绝对的，他强调的是崛起国和霸主国之间有更明显的战争倾向，而非不可避免的战争结局。因此，关键不在于我们仅仅一知半解修昔底德陷阱，便对中美关系持某种悲观态度，而是要去积极探索为何尽管大部分崛起国和霸主国都无法和平共处，但依然有那么一些最终能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替。答案其实就在20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的回答之中，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12个字，在于中国反对国强必霸的逻辑和零和博弈的思维，在于中美共同的利益远大于分歧。中国之所以不信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修昔底德陷阱不适用于中美关系，并非是某种唯心主义，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积极的呼吁。首先，中国谋求发展是为了本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而不是挑战别人。这正是中国反对国强必霸逻辑的含义所在。
中国选择和平与共同发展的未来，同时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仅是中国的责任，也是美国的责任。中国呼吁美国认识到两国之间利益深度交融，认识到两国是共同做大蛋糕，而非零和博弈。那对于中共20大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你有怎样的展望？我注意到今天下午的记者会共有12个提问，其中5个与中国经济直接相关，另外还有2个间接相关。就像20大新闻发言人孙岳礼所说，大家都很关心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是否还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对于这个关键问题，孙岳礼辩证地指出，一方面，所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种纵向而非横向的对比。2013年到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3.7%的平均增长水平。2020年，中国 GDP 突破1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2大经济体，拥有超过4亿人的全球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以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实现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依然是一种难得的高速体现。我在以前的评论中指出过，很多时候作为中国人，我们习惯了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经济增长是多么的猛烈而迅速。比如说德国的莱茵河奇迹，19年经济增长超过2倍；韩国的汉江奇迹，36年增长超过23倍；日本的战后经济奇迹，18年增长超过25倍。而中国则是43年时间增长超过280倍，而依然势头不减。另一方面，孙岳礼强调，这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未来将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这个单一指标。正如孙岳礼谈到，增长速度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而不是唯一指标。我们不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着眼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最后，我想说，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在于充分认识到世界处于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更是处于这个大变局的中心。我们不能以刻舟求剑的心态看待中国或是世界的发展，我们必然会经历新常态、新阶段、新格局，这一过程也难免某种艰难困苦。但只要发展的决心、发展的努力以及发展的目的不变，只要人民至上在这一过程中依然被遵循、被予以实践，那我便相信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永远不会画上句号。好的，也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党的20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举行大会首场新闻发布会，介绍大会的准备情况，并回答记者现场提问。12家境内外媒体获得提问机会。发言人孙业礼集中就中国经济发展、疫情防控、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等作答。他特别寄语台湾同胞：统一有好处，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释放出哪些信号？周六下午，在党的20大新闻发布会上，台湾问题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发言人孙业礼在回答台媒记者提问时表示，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最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选择。台湾联合报记者在发布会上，针对今年8月发表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中增加了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等相关表述提问。党的20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强调指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目的是从根本上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前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近日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祖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重申了这一方针。但凡有一线和平解决的可能，我们都将付出100倍的努力。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孙业礼指出，当前台独分裂势力不断谋独挑衅，外部势力加紧以台制华，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冲击和平统一的前景。任其发展下去，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深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任何人、任何势力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一个道理，那就是统一有好处，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两岸同胞要携起手来，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开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光明未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让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坚定意志。中央台办理论学习中心组周一在《党建》杂志发表党的19大以来对台工作综述中表示，党的19大以来，面对台海形势复杂变化，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综合施策，坚决打击遏制台独分裂行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等发表重要讲话。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座谈会、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学术研讨会、9·2共识30周年座谈会并讲话，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在岛内外产生强烈反响。在台海地区组织实战化军事演训，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军事设压，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及其背后金主，促使岛内社会深刻认识到统一有好处，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深刻揭露民进党当局假民主真民粹，以义谋独，以武谋独，为谋取政党私利，不惜充当外部势力恶华棋子，无视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政治图谋和本性。与此同时，党的19大以来，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与台湾同胞率先分享大陆发展机遇，逐步落实同等待遇，扩大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不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制定出台31条措施、26条措施、11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等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并持续落实落细，积极引导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融入新发展格局。据统计，2021年两岸贸易额达3283.44亿美元，同比增长26%，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此外，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党的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共有2296位代表液经选举产生，包括10名台湾省级代表。他们将代表全国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出席20大，忠实履行代表职责，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台湾省级同胞在大陆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体，积极参政、议政、从政，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祖国统一事业贡献力量，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台湾同胞的关心、关爱和信任、尊重。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明天即将召开的中共20大在台湾岛内外引发广泛关注，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明天将要召开的中共20大，尤其是即将登场的中共20大政治报告，将会确定未来5年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外交领域发展的大政方针，而台湾问题显然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岛内外所有关注台海局势的人都在睁大了眼睛，等着明天即将出炉的中共20大报告。而在我个人看来，在中共20大期间，有关台湾问题的观察点主要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今年初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采访时候，曾经对外透露说，在今年召开的中共20大上，将提出未来5年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做出新的决策部署，也有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主张。外界都在关注这些新决策、新部署、新主张主要有哪些，以及新在哪里。那么第二，去年召开的中共19届六中全会曾经提到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这样一个说法，因此外界都在关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会不会被写入中共20大工作报告当中，
尤其是这个总体方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第三，早在201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大会上面，大陆曾经提出过要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因此岛内外都在关注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会不会在中共20大报告中进一步来进行阐释，同时实现它的路径与具体方案又是什么。除此之外，最近2-3年以来，西方舆论中有关中共将在未来5年内解决台湾问题，甚至是武统台湾的猜测又开始甚嚣尘上。因此岛内外非常关心，在中共20大报告中跟过往相比，有关台湾问题的论述的篇幅会不会大幅增加，以及台湾问题会不会提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在今天下午召开的中共20大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寄语台湾同胞：统一有好处，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您对此又是如何看？今天20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说：“但凡有一线和平解决的可能，我们都将付出100倍努力。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这实际上就是在明明白白告诉台当局以及刻意介入台海局势的境外势力，只要你们悬崖勒马，不采取危险性的台独动作，那么大陆都不会主动采取非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那些有关大陆将在未来5年武统台湾的言论可以休了，那些制造这种言论的也可以洗碎了。另外，即使我们是从台湾问题这个视角来观察这场发布会，甚至是观察整个大会，也不能仅仅关注发布会在台湾问题上是怎么表述的，同时还要关注在其他问题上是怎么表述的，以及表述的篇幅和分量如何等等。因为从总体上面来说，中国的内政外交问题，包括经济、民生、社会、台湾问题以及外交问题，其实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我认为，从这场发布会重点聚焦在国内的经济民生发展问题当中，至少可以解读出这么几个重要的政治信号。第一个是它说明中国清醒地认识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急剧加息，导致新兴经济体货币大量回流美元，美国一意孤行地对中国实施经贸战和科技战，企图把中国排挤出西方的高科技产业链，以及俄乌冲突导致全球油价高企，加重了通货膨胀危机的大背景下面，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尤其是应对眼下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仍然是中共20大之后中国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或者换句话说，未来1-2年，甚至是未来5年，只要台独这条灰犀牛不发生冲撞，中国大陆都会将工作重心放在经济民生问题上。第二，中国仍然会一如既往地选择发展国内经济，造福民生，而解决国内经济民生问题，实际上是需要稳定的外围环境配合的。因此，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仍然坚持认为，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与大主题，仍然会坚定地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中国奉行和平发展大战略，实际上又意味着在台湾问题上仍然会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和平统一的主基调。那么第三，它说明在中国大陆看来，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要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要与中华民族复兴相结合，或者说中国大陆不会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强行解决台湾问题。而在我看来，中国发展经济民生，造福人民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战略选择，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未来5年仍然是两岸和平的机会之窗。希望有关方面，尤其是美国与蔡英文当局，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之窗，不要疑神疑鬼，更不要轻易玩火，真的把台海局势推入到战火当中。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党的20大是中国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备受世界瞩目。在周六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多数外媒就中国经济议题提问。党的20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表示，受到新冠疫情和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中国发展仍具有诸多有利条件。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在现场注意到，参与提问的12家媒体当中，多个境外主流媒体关注到中国经济相关议题。在当前新冠疫情阴霾依然笼罩，世界经济总体趋紧，全球产供链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中国未来将如何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又将如何持续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引发他们的高度关注。通过各媒体的提问，我们也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全世界对于中国的期待。针对彭博社记者提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否已经结束的问题，党的20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表示，增长速度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党的18大后，党中央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明确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他还分享了一组数据：2013年至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3.7%的平均增长水平。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在拥有这样大的体量之后，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还能保持这样的速度，应该说是很难得的。这1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要上了一个新的大的台阶，经济发展迈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受到新冠疫情和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对此，孙业礼表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有效措施，稳住了经济大盘，巩固了企稳向好趋势。相比而言，中国经济发展在主要经济体中仍处于较好水平，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从2012年的53.9万亿元提升到114.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11.4%上升到18%以上，多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100美元提升到1.25万美元，接近了高收入国家门槛。国家外汇储备余额3.25万亿美元，多年稳居世界第1位。综合判断，中国发展仍具有诸多有利条件，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回答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记者提出的关于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和经济面临挑战的关系的问题时，孙业礼表示，动态清零是立足中国国情、遵循科学规律制定的防疫方针，核心是快速反应、精准防控，力求以最低社会成本，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我国是人口大国，老龄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正是因为坚持了动态清零，我们才保持了极低的感染率和病亡率。正是因为坚持动态清零，坚持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我们才保持了经济社会持续稳定运行。如果算总账，我们的防控措施是最经济的，效果是最好的。值得一提的是，党的18大以来，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全球高度关注。
针对有舆论担心中国的新发展格局是否会导致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小，孙业礼给大家派了一颗定心丸。首先，我想说啊，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可以说，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孙业礼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更好联通。20大将谋划出未来5年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未来5年，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重要任务和重要的目标。我想这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那么在经济方面呢，18大以后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那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那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等，这样的一些经济方面的要求和信号，我想是在未来5年，那么会进一步坚持的。党的20大首场新闻发布会举行，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新闻中心的深圳卫视特派记者赵畅。赵畅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对这场发布会的感受。好的，主持人。今天下午4点半，党的20大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让大会新闻中心迎来了第一个小高潮。我在现场首先感受到了各界的高度关注。来自境内外约2500名记者齐聚一堂，共同报道这一历史性盛会。大家将镜头对准中国，关注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发展前景。此外，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的高涨热情，无论是对于报道大会的热情，还是大家对于了解中国、走进中国的热情，都深深感染了大会新闻中心的每一个人。我还注意到，在新闻中心有不少外媒记者对现场提供的各语言版本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等书籍兴趣浓厚，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接下来，大家也将带着这种热情继续投入到工作当中。感受最深的还有大家的热切期待。党的20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次大会将擘画怎样的发展蓝图？未来的奋斗前进方向如何？相信各界也都会更加关注和期待。重要的时间节点，关键的奋斗坐标，让我们怀着热切期待迎接明天大会的正式开幕。以上就是记者赵畅在现场带来的观察。